沙漠中的刽子手，身材娇小却敢以毒蛇为食。沙漠猫能抱回家养吗？你见过这种猫咪吗？它有着大大的脑袋，2只大大的耳朵，看上去和家猫没什么区别。别看这家伙外表人畜无害，实际非常凶猛，它就是沙丘猫。那么沙丘猫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呢？沙丘猫是最小的猫科动物，由于常年生活在撒哈拉沙漠、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沙漠中，而且体色接近于沙子的颜色，所以沙丘猫也被叫做沙漠猫。都知道沙漠的环境极其恶劣，是非人类居住的地方，而沙漠猫却可以在这里生存，这主要得益于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。比如和大多数沙漠食肉动物一样，沙猫的脚底有着很厚的肉垫，能够帮助它们阻隔52摄氏度的温度发烫的地表。除了肉垫外，沙漠猫的大耳朵也格外引人注目。事实上，这对耳朵具有收集音波、增强听力的作用，所以在野外有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沙漠猫。这也使得沙漠猫能够预判潜在的威胁以及寻找到食物。此外，沙漠猫沙黄色的浓密毛发也不是白长的，厚实的皮毛为它们抵挡住-5摄氏度的刺骨寒冷，而它沙黄色的体色在沙漠里算得上是一种天然保护色，让沙漠猫不容易被天敌发现。这也是为什么沙漠猫可以存活在沙漠了。别看沙漠猫的个头不大，体重仅有6斤，但沙漠猫的战斗力可是不容小觑。那么沙漠猫究竟有多强悍呢？从沙漠猫凶狠的眼神中也不难看出，它们不是吃素的动物。按理来说，在沙漠中烈日炙烤的大地，滚滚的黄沙一望无际，食物在这里应该是极其短缺的。但事实上，在沙漠中除了少量的植物外，偶尔也能够看到一些爬行动物，比如毒蛇。没错，沙漠猫就吃这个。这时你肯定会疑惑，沙漠猫能打得过毒蛇吗？要知道，蛇类动物有2个秘密武器，一个就是毒液。基本上毒蛇都有一个毒囊，这些毒囊连接着毒牙，当遇到对手的时候，它们就会通过毒牙将毒液送进对方体内。像是沙漠中常见的响尾蛇，它的毒液就可以杀死10个成年人，即便是被紧急救治，也会有被截肢的风险。而蛇类的另一个武器就是缠绕，就是将对手勒死然后生吞。但是这2种武器在沙漠猫面前就不够看了。要知道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沙漠猫的神经反应是蛇的7倍，就相当于以我们的角度看《疯狂动物城》里面的闪电一样。而且不管什么蛇，它的致命弱点都是脊椎，只要沙漠猫猛地跳起来咬住蛇的7寸，那蛇就死翘翘了。这时如果蛇想要逃跑，沙漠猫也能凭借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捕杀。所以与其说沙漠猫和蛇打架，其实也算是高看蛇了，因为在沙漠猫的眼中，蛇就像一条会动的绳子，既是玩具也是食物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是插标卖首。因此，由于沙漠猫的出色的捕蛇能力，让一些游牧民族也把沙漠猫称为猎蛇者。漠中的刽子手，身材娇小却敢以毒蛇为食。沙漠猫能抱回家养吗？沙漠猫是不能被家养的，这其中一个原因是沙漠猫常年生活在沙漠之中，虽然外表迷你可爱，但是性格极为凶猛，相比较人们养的宠物猫来说更有战斗性，所以不适合在家中养。另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沙漠猫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不管是饲养还是买卖都是不可以的。这时你可能会疑惑，沙漠猫能生活在沙漠，说明它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，那么它是怎么混成保护动物的呢？首先一点原因就是人为迫害了。由于沙漠猫体型迷你，所以也被欧洲的一些人盯上了，他们深入沙漠大肆捕捉这种猫咪，然后卖到了宠物市场中。后来很多人发现，沙漠猫被家养后是无法繁育后代的，甚至很容易患病，基本上活不过1个月。这也使得它们的种族一度濒临灭绝，到现在全球总数量也不足100只。综上所述，每种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之处，也希望人类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去伤害它们。尊重动物也是在与大自然和平共处，部分人类的狂妄也终究会受到惩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点赞3连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。